我們今天來接這一單，松仁路89號。我們今天要做一個很特別的實驗呀，接不了，為什麼呢？沒做好，接不了啦。不用看了，我們做另外一個測試。這個放棄啊，它是很可怕，44樣套餐啊，哇塞！我今天呢要找那個很奇怪的地點，我要做那個實驗。那是什麼實驗呢？我今天又做了一個，等一下看一下哦，大路210號。但是你不夠那個，我要找那個地雷。介紹一下，我這次又做了一個小小的我的 AI 小作品，我把它放在這個網絡上面，它叫做拉麵。拉麵進去之後就可以點開始，它會讀取我的所有的相機、麥克風定位的權限。然後一開始進去的時候呢，它會要求要不要取用我的相機跟麥克風，當然是允許啊，允許。然後要取用我的位置，允許啊。然後下面呢是整個 debug， 它所有的訊息都是透明的。然後下方還有一個按鈕，它是來拍照的。右上方有一個錄影中，其實它是在錄音啊。錄影的話，我有嘗試過，不太行。哇，錄影的檔案太大了，一定好師廚，一定好，你確定一定好哦？不要去了還沒做好呢啊！他在忙，我自己拿走了，拜拜。嘿嘿，我們要去拿下一單是甘霖湯涼麵鋪，我是不是在哪裡中永和有遇到這一家過？你的名字很特別啊，沒關係，再麻煩你，謝謝，不會，拜拜，拜拜。取好餐了，我們現在去台北101啊。然後那個呢是什麼？是這個我們的觀眾，他給我一點點小小的建議。我問他說有什麼大膽的想法，我可以讓我 AI 來做一下。然後他就告訴我了這個，它是類似我們之前講的那個，我們外送群裡面有那個雷區地圖。那這個雷區啊很重要啊，要處理一下。因為我們現在用那個 Google Map， 可是 Google Map 的問題是它每次都会被更新。你現在把它輸入進去之後，過2下它就不見了。這個店家可以把它消除，住戶也可以把它消除 ，Google 也可以把它清除。然後地圖呢，還有一個小問題，就是它沒辦法記錄很多的細節。等一下，你在拍抖音是不是？然後有些地方，比如說送這一棟的時候，它是沒有可以停車的地方。一般來說，我們都停這邊，或者是停那邊，或者是停那邊，這些都沒有辦法在 Google Map 上面去記錄。然後送上去要不要換證，要不要脫帽，然後要不要送上樓，這也不一定。這些都是 Google Map 沒有辦法記錄下來 ，Google Map 只能提醒你說，哦，這個地方什麼地方這樣，然後還會被刪除。所以那我就做了一個新的啦，而且呢，我們還不用手動輸入，因為手動輸入很麻煩，而且你的欄位還要設計，那設計完之後你也不一定符合我們的使用，所以直接全部錄影就好啦，就讓 AI 去做就好啦。我們幹嘛那麼辛苦，是不是？這客人說放桌上就好，101不是沒有得放了嗎？我問一下，這等一下也可以把它備註起來。例如說之前的101啊，它是有外送桌的，可是前一次送那邊的時候，客人說外送桌已經被拿掉了。所以這個就可以把它備註進去，所以下次我還有其他的共用的這些司機，只要開這個網站，我現在要抵達之前，他就跟我講說這個地方到底能不能停車，或者是東西有沒有辦法放外送桌之類的，所有備註它都會顯示。OK， 我剛剛在路上看到了客人回信啦，他果然說。您快到了，可以跟我說嗎？我準備下樓。客人也知道那邊是沒有那個可愛的東西啊。喂，你好 ，Uber 外送，我已經到101的松之路這個門口了。等客人的時候，那我們来做那件事情。進到這個畫面來呢，我們先按允許啊，然後就出現畫面了。這個畫面呢，我們現在講話所有的語音都會被錄下來，然後 AI 到時候會自動分析，然後我們就可以跟他講說，我現在人在這個台北101的這個地方，信義路5段，我們把它拍個照，他就會自己去辨識。然後這個地方是101，拍個照，然後呢再跟他說，一般呢我們外送的停車都停在那個大門口的這個紅線這邊可以停車，然後再拍個照，跟他講一下，然後他在後面呢就會自己去分析所有的資訊。可以再備註一下，手指的這個地方，這邊進去呢原本有一個外送桌，但是現在呢外送桌已經取消，就沒辦法把外送放在那邊了，你只能在路邊等客人。好，你好，是小姐嗎？2袋哈，可以嗎？這湯要小心啦，好，拜拜。然後什麼都不用管，你就離開就好，他就會全部把它記錄下來，連我剛剛講的不需要的話呢，他也會記錄下來。不過呢，有沒有問題？沒有問題 ，AI 很聰明的，他會自己去分辨，拍攝照片，拍一個。第二個客人他可能要等很久，我打個電話給他，因為這是要一單一單處理的，不能說他客人先在這邊的話就可以先拿，沒有這樣子，因為我也不知道他是誰。喂，你好 ，Uber 外送，我已經在這個這邊好。
你好，是點一定好私廚的這位先生，好，來小心拿，好，拜拜。OK， 2單都搞定了，然後這個地點呢也被我收錄進去了。接下來看看這個也不是雷，我要去找一個雷，好不好？拒絕。黑暗喇叭，這個車道被封掉，這邊2個就要3線道匯集成2個線道，它就卡住了。這邊還有101的車要出來，來一個37分鐘，258塊，林森南路，先賺點錢回來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先把錢賺回來，接一下。哇塞，你這配色很好看誒，拉拉木配色，而且還是一對的，讚。你好，來拿6DB 的，好，謝謝。搞定，竟然沒有拖我餐。太過分了！我要遇到一個拖餐的，這什麼？擬定 Be Like 什麼東西？我打電話，這突然給我來一個物流單，你就這樣插進來？要講啊！你好，我是 Uber， 請問一下，支持你是哪一個？剛剛你們有叫一個物流嘛？對吧？你是 Uber 要取餐，你單號幾號？我單號是嗎？我看一下，尾號是1120的。你是物流接單還是 Uber 接單？我是 Uber 接單，但是他是派到物流那邊的。周鋪隔壁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好，你好，剛剛打電話來拿物流的，還有一杯嗎？這假這麼好，謝謝。好，謝謝，拜拜。哇哈，真好。Be Like 他們家的紅茶很好喝，因為我上次呢我來喝過，超好喝的，甜度呢？口味呢？剛剛好，真的超棒。這也要備注一下。我先把東西放上車，這有很多，稍等我一下。這裡是延吉街153之10號，這間叫做 Be Like， 拍個照。取餐可以停在門口，應該沒問題，拍個照。然後再加上這間店最特殊的地方就是，你來取餐呢，他還會送你飲料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個人都送，但是我來了2次啊，他都送。然後外面有一排可以停車的地方，再拍個照。OK。你只要拍完之後就離開那個 app， 他自己全部都會記錄，他會自己去處理，我們就繼續送餐就好了。確認領取，完成舉件。但是呢，下一單我不能再取了，因為我車子滿了，不能這樣子。為了賺錢有沒有？這樣不行，我們要取消。問題未列出，取消訂單，取消。不能為了賺錢啊，我們跑這樣就好了。做人要講武德啊。但是說我剛拒掉一單啊，整個價格就會差非常的多，差多少我也不知道，這是黑箱。但是呢，還是要講武德，店家呢也是可以備註的，然後你要送到客人家呢也是可以備註的。還有沒有什麼可以備註的呢？有，我原本就有設計好一個版本，它就是一個很正常、很普通的版本，跟一般的 app， 對不对？然後你自己輸入欄位啊、操作啊，然後你到哪裡會通知你什麼的。可是我覺得還是很麻煩，我做完之後我就把它放在那邊了，就不理它，因為覺得還要輸入。太麻煩了，我跑單都來不及了，誰有空在那邊？除非什麼深仇大恨的，我才會停下來。好，我一定要輸入你，我一定要讓所有人知道你這個啊怎樣。我沒有啊，我就這樣經過而已，我就賺錢而已，我不會在乎那麼多事情的。所以呢，我就換了個方式。那不如我就讓 AI 來做這個苦力活，我就自己拿着手機講一講、拍一拍。現在它已經在雲端那邊處理了。他已經把那個所有我錄的話全部都提取出來，所有的照片全部都處理一次，然後再去比對我的 GPS 跟那間店的位置到底對不对，所有東西都記錄下來之後，我什麼都不用做，我下次只要經過他就跳通知跟我講。哇塞，我覺得這樣子比較符合現代。你跟那邊交互，你要什麼就跟他講，剩下都給我辦好。能幹的秘書很重要。我好像接到一個小雷哦，這個也是一個國宅，對啊，正義社區。好，來處理這一單，順便呢，我們來錄一下。我幫你把這一棟把它收錄進去。收錄進去呢，不是以後不送，是以後下一個外送員看到之後，他就知道怎麼送了，知道哪裡可以停車。你看有停車位，然後入口在哪裡，很多經驗的是吧？可是呢，你一開始跑外送，你一定不知道啊，你就看了導航，你怎麼知道哪裡可以幹嘛呢？這些都是經驗，經驗的累積呢，就是我們現在停紅燈的時候，有沒有幫他錄一下就好，剩下交給 AI。第一件事情呢，我們是先開啟 App， 允許。每次都要允許，比較麻煩，因為我是做那個網頁版的，以後我把它做成那個手機版的就好很多。來，第一件事情，我們先講一下正義國宅忠孝東路的214號、212號，只有整排都是。我先拍個照片，這邊整排都有可以停車，
啊，忠孝東路上面就有停車地方，拍個照片。接下來你看到家樂福超市這邊呢，超市這邊可以有一個地方可以進去，然後進去呢，進去之後你再找哪一棟，它上面有寫號碼，拍個照片。哇，那很深呢。沒關係，我們再讓 AI 看一下。你看看這裡面是長這樣子，拍個照片給你呀。這就是為什麼大家不喜歡送這邊。哎，看到了3號，看到3號呢，我們拍個照片給你看一眼。對啊，你大門在這邊，哇塞，這就遠了，這超遠，還要按一下這個拍個照，要先按這個才能夠進去。請撥值班管理員，撥不出來。管理員在吃飯，他完全不理我。這國宅非常特別啊。這是3棟的照片，有密碼、代碼。啊，有開了，謝謝。好，你好，送上樓。進來之後呢，是有電梯的，拍個照片。連不到網路了，斷線了，無法連接網路了啊！我回去要加強一下，要做個離線版本，就是你沒有網路的時候呢，應該要儲存在本地，然後等網路恢復的時候再回去上傳。哎呀 ，Uber 有想到我怎麼沒想到這件事情呢？哎呀，真是。沒事沒事，優化一下。拍照的時候呢，一定要把門牌也拍進去啊。下一單就是我們剛剛那個物流單，還要簽名耶，還要簽收。那請問不能簽收的時候怎麼辦？管理員代收的時候怎麼辦？管理員說：“哎，我沒有那個收發章，沒有收發章，也不能上去找客人，客人不在家。”請問該怎麼辦？不知道，因為呢，那個公司有沒有這個員工教育，我是不知道啊。可能他有寄信來吧，但是我沒有認真去看。謝謝哦。處理完了，本來以為這單會賺錢的，但是沒有。不過呢，我也收錄了正義國宅，這是國宅嘛，對吧？然後走超遠的，客人叫我這樣騎車這樣進來，但是我沒有騎車，我選擇保練，慢慢走。好，下一單很高級的單，需要簽收的。這國宅裡面有一間很漂亮，咖喱日和嗎？我忘記了，以前我有取餐過，而且開了很多年了。你們社區不錯，裡面很溫馨呢。哇，你們是算大安區哦，加100塊，16分鐘加100塊，但是客人要等呢。好，接，等下幫你收錄一下。來吧，我們上樓吧。這樓上幾號？12號，確認 double check， 沒錯。這裡有桌子可以放，但是呢，我必須得上。對，7樓，你怎麼知道？你們的，這間店很漂亮，很漂亮。他們說很好喝，好喝，因為我們去他們店家都非常的熱心，他會給我們一杯飲料，他送我們喝，然後我就喝過他的紅茶，他的茶好喝，所以大家都會煎他那一間店的外送。我幫你放桌上就好。好的，謝謝。然後我還需要一個人簽收，這邊。等一下嘛，你先簽完。你先簽個名。哎，難道是他送的？我觉得一定是他送的。店家也太好。他也好奇。真的不是你點的嗎？這店家的，我點的就好了。因為店家也會送。他說他們去那一家店家請他們喝一杯。對。這家好。拜拜，謝謝哦，拜拜。你看，生意就是要這樣做，不要小氣。有時候店家虧一點點，有沒有？不叫虧。當所有人都不這樣做的時候，你這樣做，是不是很厲害？好，那我們今天就錄到這邊吧。不對。我車上還有一單，我有一天可以開開心的下班的時候，我要享用那個紅茶。說真的，那紅茶是真的好喝，不騙你，不是因為他送我哦，它是真的好喝。延吉街 ，Hello， 你好，這一定是我們觀眾啊，觀眾雷猴啊，雷猴，這樣都被你認出來，你怎麼認出來的？嗨，4台警車，裡面有一個是局長，我朋友說的。可是都這麼年輕，真的會有局長嗎？OK， 我覺得我今天應該就在這邊是下班了，因為我要送那個司法大樓。司法大樓我去過，它不雷，你就進去就好了，桌上就有那個啦，好東西。那好東西的話，你就把它放在那邊，放在那邊就搞定了。那我就不記錄那邊了。今天還不錯，這是我第一天測試這個小秘書，我叫他拉麵，他的代號為拉麵吶。為什麼叫拉麵呢？我也不知道。突然他就問我說叫什麼名字，我說老闆就叫拉麵好了，來外送嘛，外送就叫這個。司法這一棟我可以騎進去嗎？非公務車禁止進入，那我怎麼過去？走到邊嗎？幹
感謝你。你好，他請我放在咖啡桌那邊，謝謝。好，你好，外送，他請我放在咖啡桌這邊，好，謝謝，第一次來，好，謝謝，拜拜。好，我們在這邊下班。今天的回家第一個問題就要解決那個斷線的問題，沒有網絡連線的時候就沒有辦法。然後第二個問題呢，我比較掙扎的是，到底要不要拍照？先下線。就拍照這個問題，我也是覺得蠻麻煩的。如果可以從頭到尾這樣一直錄影就好，但是一直錄影它變成會有一些限制，就是我要一直錄，然後上傳就等於硬體的限制，然後 AI 也要去處理。但是它就是方便啊！你們有什麼建議？不管你們是那個什麼工程上的建議也好，或者是站在使用者的角度上也好，給我點建議嘛！我真不知道該怎麼做。我最後能折中，我就先拍照就好了。全程錄音，然後自己會翻成逐字稿，然後需要的地方拍照，然後他就抓這個畫面這樣子。你拍影片也是一樣，影片也不會整段都處理，影片也是抽幀來去處理這樣子。然後剛剛那個電梯裡面斷線那個，我覺得問題也不大。因為 AI 它的設計啊，它有跟我講，它是一段一段的這樣上傳，所以它不是說全部錄好之後再一次上傳。像我们如果一次全部錄好這樣子，然後中間斷了，那就斷了，對吧？所以它是分段的，好像10幾秒吧，就會上傳一次這樣子。然後你會說，易松區為什麼不把手成 APP 這麼方便？不用像每次進網頁的時候，你就要求那個權限這樣。要求權限，這個是安全起見嘛，對不對？每次進去的時候，蘋果很貼心，就問你說你要不要允許他使用你的相機啊、錄音啊、位置、GPS 那些的，非常貼心。但是你就是要一直按，那會不會做成 App 呢？應該會，現在不會，因為我覺得啊，一年要繳不少錢呢，為了要上架才能夠使用 APP 這樣子，有點麻煩。那不花錢可不可以？可以，但是得用7天，蘋果規定用7天，不然我都要就要換成那個安卓手機來跑，安卓手機来跑也不是不行啊。但是 APP 有更多权限，它会知道我整個朝向哪個地方，然後我現在的氣壓，比如說我剛剛是不是上樓，或者是在地下室，它整個手機裡面是有氣壓計的，所有的那些感測都會知道。我覺得還是做 App 好了，對吧？你有什麼建議呢？拜託跟我講一下。你的外送軍不是外送軍啊，你地送軍也不是，你的外送員已登出。其實這個地點是有收錄過的，我來開起來看一下，它會不會有那個提示呀？照理說應該要有。Safari，找不到伺服器，重新整理。綠燈啊，出事啦！我去旁邊看一下，剛好 debug 一下，出來，對，等一下開始，允許離開。我有個疑問，我現在這個昨天有收錄那個和平西路這邊100號。但是它為什麼沒有在我螢幕上方顯示這個地方的備註嘞？昨天不是說好了嗎？你不是說會顯示在上面嗎？不過這個問題，等一下你把它記錄下來，回家處理一下，到時候提醒我。好，不管，這樣就關掉了，就不理它了。其實也可以把它拿來當成備忘錄來使用，因為它會錄啊。然後有一個小問題，其實每一台裝置呢都是有個 ID 的，所以你都不用註冊，你就直接上手就直接用，這樣它会給你一個 ID， 那每個 ID 呢是跟着你的裝置的，你換一隻手機就換一個人這樣，那所有東西都是你的個人化記憶。那個人化記憶呢又可以跟大家分享，所以這個也是個另外一個問題，到底要不要把個人記憶跟共享記憶把它分開呢？就是要不要做設定？我不知道，一開始我只想留着自己用而已，没有想那麼多這樣子。如果就像剛剛那個情況是自己用的話，其實可以把它當成 memo， 你把它打開，然後你就可以錄你想要錄的東西，然後回家你就可以整理。AI 會把你的東西都整理給你，比如說我不知道，你可能跑單有什麼心得吧，或者是什麼，你在路上看到什麼好東西，比如說這邊一瓶多少錢，你想要來看一下，這樣你可以把它記錄下來，諸如此類的啦，不管啦，我吃飯啦，回家 debug 啦。